司机张平和侄子张军开着一辆货车，路过一处检查站时，却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。张平以为只是例行检查，没想到刚下车，他就被几名警察按倒在地，就连张军也被抓了起来。两人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就被带进了看守所，还莫名其妙的成了杀人犯。叔侄二人口口声声的大喊冤枉，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？原来在1天前，两人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名叫小梅的女人，出于好心便让她坐了顺风车。可不久后，小梅的尸体却出现在一条水沟里。经过警员的调查，最后和小梅接触的正是张平和张军，所以警察就认定两人见色起意，随后合谋杀害了小梅，于是就对他们展开了抓捕。叔侄二人不停地解释，可警察为了让他们说出真相，就把他们关在暗无天日的审讯室里，不仅把双手锁了起来，每天还不让吃饭，只给他们喝几口水。在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，两人也无奈地认了罪。我招了，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，我杀了。一审时，辩护人王律师当场提出，在受害人小梅的指甲里所提取的 DNA 检测样本和叔侄二人的并不符合，可公诉人却表示，小梅在理发店工作，每天接触的人也很多，加上尸体在水沟里浸泡，现场也受到了破坏，所以 DNA 并不能成为脱罪的理由。而且张军的狱友郭涛还作证，张军在监狱里亲口和他描述了作案经过，如果不是他做的，又怎么可能说得那么清楚呢？虽然王律师提出了反对，但审判长最后还是宣判张军被判处死刑，而张平则被判处无期徒刑。两人感到晴天霹雳，同样震惊的还有他们的家人，他们责怪王律师拿了钱不办事，可王律师也束手无策，但他认为案件还有很多疑点，于是就找到了刘教授帮忙，希望他可以代理这个案件。在刘教授的努力下，二审宣判的时候，张军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张平则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这起案件终于尘埃落定，而叔侄两人的丑闻也被闹得人尽皆知。张军在老家有个订过婚的未婚妻，他直接来到了家里。这是8万块彩礼钱，1分也不少，不要怪我。而张平的妻子已经怀孕了，他不想让孩子有这样的父亲，于是就到医院做了手术，还拿着离婚协议来到了监狱。孩子呢？孩子呢？我把孩子打掉了。张平质问妻子为什么要如此残忍，妻子就告诉他，他不想孩子出生后被别人瞧不起，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张平感到心如死灰，就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眼看一切已成定局，可张军的父亲却始终不肯相信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弟弟是杀人犯，于是他来到立案审查处，想帮两人进行申诉，可工作人员的态度却十分敷衍，他填写了很多申诉材料，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。而这边张平在监狱劳改的时候，也会不停地写申诉信，可一次回信也没有等到，他感到无比绝望，不仅拒绝劳动改造，还会在监狱里和别人打架。检察官听说后，就专门找到了张平。你在监狱拒绝改造，我们有权对你进行处理。而张平也有自己的理由。管我的孟警官，你们管不管？说吧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的信交给他手里，1封都没给我寄出去，全都不知道给我扔哪儿去了。信？什么信？申诉信。你凭什么说孟警官没有给你寄信？我每周都写3封信，可都这么长时间了，1封回信都没有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你说不是他弄丢了，弄哪儿去了？为了查明真相，检察官就找到了孟警官了解情况，可孟警官却说，所有的信他都寄出去了，并且还有记录。可按正常的流程，寄出去的申诉信早就应该有回复了。检察官觉得这个案件非同寻常，于是就决定重新彻查。张平知道后十分激动，就把事情的经过又重新说了一遍。当时他和侄子张军正在路上开车，小梅就将他们拦了下来，还想坐顺风车，两人便同意了。小梅还说她的姐夫会过来接她，所以两人把小梅送到目的地后就匆忙地离开了。可没想到第2天他们就被警察抓了起来，还莫名其妙地成了杀人犯。张平恳求检察官帮他申诉，检察官也马上答应了，但前提条件是他必须在监狱里好好的改造。
有了检察官的承诺，张平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他在监狱里表现良好，甚至还得到了减刑，可他却立马拒绝了。我不是犯人，我不减刑。检察官对他的决定十分不解。减刑对我有啥用？就算监狱一下子把我的刑都减光了，我回去我也没脸见人啊！我只有申诉。你不是说要帮我申诉吗？帮我申诉！可没想到不久后，张平就在新闻里看到，当时办案的警官因为破案神速，不仅上了电视，还获得了嘉奖。他感到怒火中烧，还说对方满嘴谎言，搬起椅子就砸了过去。而这起新闻还被张平的母亲给看到了，她无法接受，竟然选择了跳河自尽。张平知道后痛不欲生，甚至选择同样的方式想要结束生命，幸好被狱警及时发现，才将他救了下来。而检察官对这起案件也非常重视，在他不懈的努力下，案件也终于迎来了转机。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，因为证人涉嫌作伪证，案件最后就被平反。他还发现这个做伪证的人并不是别人，而是同样给张平做过证的郭涛。他在法庭表示，张平在监狱里和他说了作案经过，如果可以证明郭涛是在做伪证，那案件就有希望被平反。但想在法庭上打胜仗，还需要一位好律师。于是检察官通过报纸上的信息打电话联系到了刘律师，他就是通过郭涛做伪证让案件得以平反的律师。为了得到他的帮助，张军的父亲卖掉了房子，而刘律师看完卷宗后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冤案，于是就决定减免他们的费用。随后还来到了法院，想要提取张平7年以来的申诉资料，可他发现这些资料并没有被法院所登记。刘律师有些疑惑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而是亲自提交了申诉材料，可对方却以证据不足为理由给拒绝了。请您仔细再看看这份材料。我的当事人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，在不足1个小时当中，我的当事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强奸、杀人、抛尸这一系列的事情。虽然刘律师说的有凭有据，但法院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于是刘律师又想通过郭涛做伪证来提交新的证据，可法院还是不肯受理。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，张平突然找到了检察官，说他昨天看到了一则新闻，本市又破获了一起强奸杀人案，而凶手侯海平捆绑尸体的手法和捆绑小梅的一模一样，证明侯海平很有可能也是杀害小梅的真凶。检察官认为事态严重，就马上告诉了刘律师。刘律师知道后，就再次来到了法院，要求比对凶手侯海平和小梅指甲里的 DNA。 那把你案子中 DNA 检测报告复印件提供给我们核对以后再另行通知你。刘律师不想再耽误时间，于是就找到了凶手侯海平的辩护律师，从他那里拿到了侯海平的 DNA 样本。原本以为胜券在握，可对方却提醒他，侯海平已经被核准死刑，如果想要翻案，就要加快脚步了。刘律师不敢耽搁，又联系相关部门，对比了侯海平和小梅指甲里的 DNA， 检测结果真的是一致的。于是他再次到法院递交了材料。而这边检察官最后一次对张平提取了口供，他说的声泪俱下，7年的坚持和等待也终于换来了本案的再审。张军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，激动得泣不成声。为了申冤，他四处奔波，甚至卖掉了房子。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。最后在刘律师和检察官的共同努力下，张平和张军被判无罪。亲朋好友们知道后也来到了法院的门口，迎接两人一起回家。他们虽然沉冤得雪，但一切早已经物是人非。张平为此妻离子散，而张军的未婚妻已经和别人结婚生子，张军也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。不久后，两人又开着大货车在路上为生活而奔波。虽然他们的身上有过冤案，但遇到有困难的人，他们依旧会伸出援手，因为他们能够重获自由，也离不开别人对自己的帮助。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真相也许比电影还要残酷。希望在现实生活中，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，而正义有可能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。好了，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